这几天中东的战火狼烟四起啊，美军的损失已经连创新高了。大统领自己倒是在世界杯颁奖礼上喜气洋洋的硬蹭啊，结果世界杯新任冠军西班牙足协的官方图直接给 P 掉了。大家都知道西班牙现在在北约刺头的地位啊，跟特朗普和内塔那简直就是水火不容。但是要不怎么说是我们大统领啊，什么光他不能沾，什么流量他蹭不着。就算国会不批战争预算的账单，美军阵亡人数怎么都掩盖不住的再创新高，都不影响大统领游戏人间的心情。就这方面啊，很值得大家学习啊，苦活累活可以让草包小队来干吧。根据 CNN 的爆料啊，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和副总统万斯月初跑去游说国会，在闭门简报会上啊说8月中旬啊打仗的这个资金就断了，中东行动它会停摆的。可是当议员们问他们啊说那资金具体怎么用的呢？弹药消耗明细是什么呢？作战规划在哪里呢？这帮军方高层啊集体哑火，支支吾吾的拿不出任何有效数据。整整4个小时的闭门会啊，麦克风是坏的，还准备了点薯条蘸酱，2个大宝贝儿拿着一份连明细都没有的 PPT 啊，张嘴就跟国会要1.5万亿啊，简直就像在攀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其实呢，红口白牙的要预算在美国国会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跟一个中型体量被制裁了几十年的国家打仗，打成如今这种局面，核心战略资产被不可逆的损毁啊，结果还打不赢，最后张嘴就要1万亿拨款了，那就很罕见了啊！你要用哪儿去呢？给 CIA 的干部换金条啊，还是要中饱私囊啊？你说这是军费呀，买弹药买武器呀？那你想多了啊！他们现在没有产线，没有材料，有钱也难为无米之炊。万斯和赫克塞斯这2个草包小宝贝儿啊，去要钱，完全暴露的就是美军内部现在极其腐败和低效的状态，常年维持着全球第一的军费，养出的是一个完全不透明、花钱无度，而且缺乏投入产出逻辑的庞然大物。对内他疯狂的挤压民生和财政的空间，对外他穷兵黩武，却连一场局部冲突都无法干脆利落的收尾。就在万斯啊跳着高的训斥以色列啊，给现在已经处于看守政府总理的比比啊导游的档口，大统领兴高采烈的出席了2026世界杯的决赛啊。按照全球体育赛事默认的规矩，正要颁奖完就该麻溜的退场，把高光时刻留给真正的主角。但是呢，大统领啊，那他老人家多么特立独行啊！颁完奖就硬是赖在舞台中间不肯走啊，非要蹭一波冠军的流量。现场那个气氛呢，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啊！数据特别直观，他没上去的时候，全场的环境噪音是78分贝，他一现身，嘘声瞬间拉满，噪音直接飙升到84分贝啊！这可是全世界直播的镜头，那真的是嫌弃的不行。那大家知道，西班牙是很多南美国家的文化宗主国啊，可以说不支持阿根廷的都在支持西班牙，那都是重要的移民的源头啊，对他的这个意见可是不小的。那西班牙队呢也是很有意思啊，看到大统领在台上，我就不庆祝，我就等着你下去，看咱俩谁闹心。后来还是队长啊罗德里嘴上说着软话，手上啊硬使劲把大统领从 C 位给挤到一边去了。然后国际足联主席啊因凡蒂诺近乎连拉带拽的啊，才把大统领给弄走。那个场面啊，真的是比各路网红蹭流量的架势啊尴尬多了。更觉得是西班牙足协赛后官方发布的所有夺冠物料啊，把大统领那个 P 的是干干净净啊，就连美国本土的媒体都把大统领裁的只剩一个边边，直接物理除名。白宫那边啊也是有点气急败坏的在找补，刻意发了这个裁切过的照片，强行将大统领绑定在世界杯冠军上啊，大统领不能少赢一点。那大统领本人呢更是熟练的玩起变脸了，改口说哎呀自己和西班牙的球员交流的特别好啊，你让人家掏5%GDP 交军费呢，最先挤占的就是科教文卫这些软支出，他跟你能好才怪呢。这事儿看着是个体育圈的乐子，但背后其实是美式制度性霸权在欧洲地缘控制力上的彻底碎裂。要知道大统领上周还在安卡拉北约会议上对西班牙起脸输出呢，说人家是无可救药的烂摊子，威胁要切断所有贸易往来，还记得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北约阵营里，西班牙就是绝对的最硬的那个反骨，不仅拒绝大统领要求的涨军费啊，更是在中东问题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西班牙胜利，整个巴勒斯坦都跟着沸腾了。即使我知道很多人会忘记梅西对于我们国内粉丝的不友好的态度，互联网失忆的速度是极快的，但是你是否可以无视阿根廷对以色列的无条件的支持，米莱皈依犹太教跟内塔称兄道弟的态度？就算你诚心的相信体育无国界，但如果胜利的是阿根廷，游子和资本们会如何把它转化为一场政治的自我宣传？你能想象吗？从这个角度上说，毫无疑问，全世界更多人希望看到的是西班牙的胜利。
那西班牙凭借坚守独立的外交利益，实打实的给大统领了一个现挂啊。罗德里赛后的那句"我绝不允许他站在中央合影"啊，其实未尝不是现在欧洲对于美国最真实的心态。美国要是真失去了对这些欧洲老牌国家的战略威慑力和软实力辐射，它在欧亚大陆西段的地缘支点其实就彻底悬了。以前美国一施压，那是西方文明世界的集体意志，现在大统领硬蹭上去啊，换来的都只有满满的嫌弃。软实力在崩盘，其实就是硬实力在瓦解的显示器。草包小队要不到钱，大统领硬蹭蹭不来流量，美军在中东打的更是一地鸡毛。当白宫在要钱和要面子上啊接连翻车的节点上，7月份的中东战场，美国的霸权神话也正在被底层的伤亡数据彻底的撕碎。美军官方被迫承认啊，一方精准的打击了约旦的美军基地，据说这里面还有约旦群众的制导的功劳啊。该次袭击导致2名美军阵亡，1人失踪，4人重伤。从3月份冲突爆发到现在5个月，官方承认的阵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6人。然而呢，外界根据损毁的黑鹰直升机和此前的袭击规模来推算，真实的伤亡绝对远超于此。美军的防空壁垒被彻底的打穿了，大统领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下令在7月19号，我要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啊，目标直指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直到我发稿的时候，他还在倒计时。然而7月21号，一方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了部分美军的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包括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目标进行了打击，还成功的端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 MQ-9无人机机库。而美军主要的攻击目标还是在伊朗的南部沿海区域，而且禁止以色列下场。尽管以色列多次请命要求赶紧下场参与，助大统领一臂之力。虽然大统领不管怎么叫着让欧洲的盟友下场，然而呢，都一直按着以色列。大家都知道，要是以色列参战了，底线会进一步的降低，而不让以色列下场，说明大统领还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现在的大统领是一边强调我马上要出手了啊，你们给我等着，一边逼海湾国家说，你们要是想劝我，赶紧劝我啊，要是我发力了，还不是你们要挨收拾。虽然我打不赢，但是挨揍的是你们的炼油厂、油轮和海水淡化设施。实际上，如果美军能打赢，他也根本不会在乎盟友家里会遭受多少打击。问题就是打不赢，那就只能逼着盟友出点血，帮忙安抚一下现在势如破竹的波斯。从任何角度上说，美军不仅打不赢这场战争，而且再难以恢复在中东的战略力量。剩下这3场连环的翻车闹剧，看似不相关实则层层递进，互为因果。勾勒的是美国当下霸权衰落的全貌军费拨款僵局是内部治理的腐朽，万亿军费悬空，账目模糊不清，军方臃肿低效，国会制衡失能，财政赤字高企，对内治理失序。世界杯社死闹剧是国际体面的崩塌。昔日全球唯我独尊的美国元首，如今遭遇到对手的公开嫌弃，全网除名，外交傲慢换来的是全球的反感，全球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持续下降。中东战争泥潭是霸权实力的衰退，随意开战却无力收场，军事打击无法压制对手，伤亡持续攀升，局势彻底失控，武力威慑大幅透支。更具讽刺的就是大统领现在唯一能寄希望的就是我们的访问能给他提气了。对内，现在的白宫无法理顺财政，安抚国会，任由军费体系空转；对外无法维系盟友体系，树立国际威信，接连被各类中型和小型国家打脸，在战场上无法控制局面，也难以终结冲突。曾经的美国霸权凭借经济、军事、舆论3重优势掌控着全球的秩序，主导着国际的规则。如今的美国只剩下武力霸权的这个空壳，无底线的征战，无逻辑的施压，无信誉的承诺，张口万亿预算却填不上军费的账目亏空，处处强行刷存在感，却只剩下全网的尴尬，肆意挑起战火，却收拾不了残局，只能派卢比奥出来释放点中美互访信号，转移矛盾，也真的是新时代的幽默感了。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